极氪 7X， 今天咱们来个全球首拍。后排有小桌有电视的车见多了啊，你见过这种布置的吗？是不是还挺高科技，挺不一样的？但是有个问题啊，您要在后排吃东西、喝东西的时候可看不了电视，要不然全扫地上去了。这是您见过后排空间最小的车吗？反正是我坐过的，但是别着急啊，人家这后排是电动可调的，这只不过是最小位置而已，看它能调多少，一直能调到这么大，还带腿托啊。这个级别的 SUV 带腿托的还不多见。如果我们在公共前排，是不是有点 MPV 的感觉？这车的后排不仅有腿托能前后调节，靠背也能调，通风加热按摩齐全，侧面遮阳帘也有。在无框窗上做电动遮阳帘这事儿可不容易，因为它两边布置不了轨道。大家看中间那个棍儿了吗？纯靠那根棍儿举着，他们对那根棍儿可真够有信心的啊！这儿还摄像头，这是干嘛的呢？看您家娃的。如果后排坐的人不想被看也没关系，咱给它关上。好玩的东西看完了，咱们现在看这车的设计吧。这车由极氪的瑞典的设计中心主导啊，是德国的设计总监带着一帮瑞典人做的，所以说还是非常欧洲风格的啊，很简洁、很圆润、很饱满。极氪车的新的家族面孔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有一个宽宽的灯羽，然后整个前脸非常圆润，没有多余的线条，蚌壳状机盖，看起来精神上有点保时捷那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它表面上一点都不像，精神本质上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它的巧妙之处。这个灯羽还能自定义，刚才开头大家看到了，白话 EV 也能打上面。这车前脸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光滑平整，连进气的地儿都没有，是吧？其实这儿是一个进气格栅，但做的非常巧妙。现在看非常规整啊，非常整齐，好像不能开似的。咱开一下，大家看它是这样打开的，而且最牛的是打开之后，这两片就看起来特自然，就不像个可开闭的，是吧？好像就长这样一样。这设计有点意思。这车轮子我特喜欢，好漂亮啊！你看米其林的胎，绒面的，是吧？然后轮毂的设计也非常简单，就是2个5伏叠加，一个10伏的，像辐条式一样，里面大孔的大刹车盘、大卡钳，就看着就挺诱人的，是吧？这车的整个侧面也是目前新势力最流行的那套元素，追求极致的简单平整，无框窗，是吧？壁柱也没有任何的条，全用玻璃连起来。无框的水切啊，这儿见不到胶条，金属和玻璃直接连，隐藏式的门把手啊，它的门把手并不是说一摁会出来，它日常情况下不出来，它是电动的门，它是这么开的。然后这个是有紧急情况才会开门把手，而它的门的开启角度做的也是比较大的。这车的侧面呢，上半部追求了极致的平整，然后下半部又做了一个棱啊，这下面又有各种各样的掠起。其实我觉得稍微有那么点分裂。第二，我设计的话，我会把下半部也设计成一个直的或者平整的，或者跟整个车身那种圆润的、非常回旋的线条能更搭的一个线条。这个线条看起来有点传统，或者说有点跟其他的不太一样，是吧？然后车顶呢用了一道大穹顶，从前到后的一道，一直掠到车尾。这个处理手法还是挺漂亮的啊。后尾也是最简单的这套设计风格啊，极氪是亮的，在玻璃上挺有科技感的，贯穿式尾灯啊，这个大尾盖追求简洁感，一直到这儿，一撞就废，是吧？撞完车先换后盖而且明年改款可以把牌子改这儿来，是不是？咱都经历过，咱都懂。后保险杠呢做了一个隐藏式设计，很薄很小，藏在这个黑边里，底下做了一个亮条，提升车的精致感啊。总体来讲非常简洁、非常精致的一套设计。咱们看这车内饰啊。往这儿一坐，我觉得我来到了 Deutschland， 非常的德国。看这仪表嵌在这个小帽子里头，这种形状是不是特别的新马看？这个整个的颜色也是，它用了这个深灰色，跟我那911一样的，就属于德国人那种特别冷静的那种，但是有高级感的颜色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内饰配色。然后它的这个亮条用了一种发光的，而它这个发光是从里面投射的，非常漂亮。虽然有点类似于宝马新七系的那个，但是我觉得还不一样，比那更有品位。还有带一个玫瑰金的边儿，装了一个16寸的屏幕，而且看车顶上的激光雷达了嘛，辅助驾驶的这个层级也比较高。但是目前我没有得到这个车的电池电量的数据、加速成绩和辅助驾驶到什么程度，这都没有，只能带大家看内外设计。实体按键也留了，看开后备箱盖的啊，控制音响的，控制各种模式的，还有一些。这个小盖挺有意思，它是往前拉的，这能放2杯架，关上之后巨平整，这个马鞍的感觉真的也特德国。这盖可以两边开，然后这个模块大家看这有个缝了嘛，
这个模块可以整个换掉，换成一冰箱，就是模块化的，可以更换。这个做的也挺好的啊。总体来讲，我很喜欢这个内饰，看这大面儿，而且皮革的品质也非常好。这椅子坐起来支撑力也可以，就是非常具有德国好车的那个质感。哎，我觉得极客沿着这个路往下走没问题。大家看这个像不像保时捷那个 Sport Chrono 那表？我觉得后市场将来一定会给这车改表的，把这喇叭盖换成一表。大家看车门上这小储物盒，多么的保时捷，多么的德国，是吧？虽然其实里面只能放根笔。这车还带前备箱啊，咱们这个是4驱版的，前备箱比较小啊，这块是有设备，所以只有这么一点儿。大家觉得这放点什么合适？深度还可以啊，但是这宽度有点可怜，只有这么一点儿。但是有总比没有强，是不是？而且它这车大家看到里面的这些塑料什么的做的包覆的都特别平整，特别厚实。这还放了隔音棉，其实倒没什么大用啊。这里本身没有噪音，就是为了好看，而且显得真材实料。这是一后驱版的前备箱啊，设备少了，这个深度、这个宽度是正经能放点东西了，是吧？一日常用的包啊，什么放个球啊都没问题。再来看这车后备箱，首先空间还是可以的啊，而且它的后排座椅可以往前特别多，所以您如果需要大后备箱的话，后排还要坐人的话，可以挤点坐，往前挤也能行。同时它具备电动后备箱所有的功能啊，空气悬架的往下降的功能，方便装取的也有啊，自动折叠靠背的功能也有，折完之后几乎是全平的，一个2米多长的一个平台，还有220伏电源，2300瓦的。正经能带点东西啊，这个后备箱的配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说了这么多了，这车到底多大个儿呢？它是4825的长度，1930的宽度，2925的轴距，1656的车高啊。整体来讲就是一个4.8米几，轴距接近3米的一个中型 SUV。它的竞争对手大概是谁呢？就是乐道 L60啊，包括理想 L6。它虽然比 L6小一圈吧，但整个那市场空间差不多就是那块儿啊。车配置相当高啊，像咱们这高配车，看激光雷达有，电吸门有，啊，后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，电调全有，空悬也有啊，所以说它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。我预计这车的价格呢，可能最高配的可能接近3了，啊，低配的如果变成2驱把这都拆了，有可能是个20小几，就这么一个市场空间。所以想买20多万电动车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车，它的整个的质感非常好，里面的设计的这个水准、这个风格就基本上对齐了欧洲车那个水平。虽然你从精神本质上你能感到，德国人那种价值观啊，保时捷那种价值观很多设计，但是它不是那种简单的仿造，它是从精神本质上焕发出来的同样的价值观出来的东西啊，给我的这么一种感觉，就是在一个原创的东西的基础上能找到保时捷的感觉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全球首拍的极氪7X，大家觉得车怎么样？